这次我们终于要搭 ANA 的海龟机，海龟机。好，先说一下海龟机是什么。海龟机其实就是 ANA 全日空他们从东京成田机场飞到夏威夷檀香山 Honolulu 这一段所使用的 A380 飞机。因为它的外观被彩绘成海龟，所以就被称作为海龟机。因为外观非常非常的可爱，所以也就成为大家努力累积里程，希望可以用里程兑换最向往的航线之一。从开始有海龟机以来，我们就一直非常向往的想要换到海龟机的机票，但其实这段航线非常非常的热门，真的很难换。这次我们在相对于是夏威夷旅游淡季的6月份，终于换到了海龟机的机票，准备要去夏威夷玩咯。海龟机因为是使用 A380 客机，所以它的舱等有分为4种，分别是头等舱、商务舱、豪华经济舱和经济舱。而我们这次用里程兑换到的机票，去程是豪华经济舱，回程是商务舱。那么就赶快出发来看看吧。我们蛮早就抵达成田机场了，趁着还没有登机之前，我们来到了 ANA 的贵宾室。除了稍微吃一点餐点之外，最重要的是想要在登机前来洗个澡。ANA 贵宾室的淋浴间是需要按机器预约的，如果没有手机可以收简讯的话，也可以在预约之后到柜台拿号码机。它淋浴间比想象中漂亮很多，备品也非常齐全，它还有放 Dyson 的吹风机，所以就算是长头发洗头也可以很快吹干。我们来到的这间贵宾室是只要有星空联盟的金卡资格就可以进入，就算不是搭乘商务舱，也有机会进来看看哦。海龟机一天有2班，我们这天搭的是 NH184，晚上8点10分起飞的这一班。那一进到飞机里面，真的让人感受到非常的不一样。除了机舱里面放的背景音乐跟一般 ANA 的不太一样以外，机舱内的 LED 灯也是彩虹的颜色，马上就让人联想到夏威夷，超级可爱。豪华经济舱的座位是在上层的后段，座位的配置是232。虽然不能够躺平，但是座位本身的空间比较大。最大的特色是它有脚踏板可以跪咖，座椅的小腿的部分也可以稍微抬高一点。有关备品方面，有拿到毯子和拖鞋。其他的消耗性备品，像是口罩、眼罩、耳塞、牙刷，这些都是空姐走过来发的。这次我们选在靠窗的座位，最棒的是旁边还有一个置物空间。这次搭乘的3号机在2021年就已经引进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一直到去年10月才正式起航。整体的设备真的非常漂亮，非常新，萤幕不仅非常大，而且触碰起来的反应也很好。从成田飞到夏威夷的时间大概是7个半小时，因为飞行的时间并没有非常的长，所以正餐的餐点只有提供1次。那餐点的内容有2种可以选择，一种是炖牛肉，另外一种是鲑鱼。
除了主餐以外，还可以选蔬菜高汤。不得不说 ANA 的餐点真的非常好吃，吃到现在都还没有踩到雷。那餐点的最后还有哈根达斯冰淇淋，整体的餐点非常的棒。7个小时的飞行时间不知不觉就过了，你觉得好经常好睡吗？比起一般的经济舱来讲的话，当然是比较好睡了。但我觉得我那天可能有一点搭海龟机太过兴奋，整段航程中其实我没什么睡。不过整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棒的搭乘体验。这次我们在夏威夷待了3天的时间，有关于在夏威夷的行程还有住宿的饭店，我们之后会有其他的影片再详细做介绍。时间快转来到我们回日本的这一天，在机场办理好 check in 之后，我们来到了位在登机口旁边的 ANA 贵宾室。这间贵宾室有个最棒的地方是，如果是搭乘头等商务或是豪金舱的话，有机会直接从贵宾室里面直接登机。贵宾室里面空间非常的大，因为是日系航空的关系，所以餐点主要是以日式料理为主，像有味噌汤、乌龙面，还有咖喱。除了餐点以外，饮料的选择也非常多，另外还有限定的调酒。连续吃了3天美式食物之后，可以吃到这些日式料理，真的是很开心。整个 lounge 空间非常大，几乎所有的座位都是可以充电的。后方还有一些亲子友善空间，可以给小朋友玩。等待登机之前，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还不错。来到这次旅行的尾声，最后要搭乘的是回成田机场的商务舱。飞行时间大约是8个半小时。回程的这一天，我们搭到的是海龟机的1号机，2019年最早登场的蓝色的 Lani。商务舱的位置是在上层的中段，座位的配置是121。中间的位置也有隔板，所以如果是跟不认识的人坐的话，只要把隔板拿起来，也不会太尴尬。商务舱的座位可以完全躺平，所以除了有放枕头跟被子之外，另外还有一个睡垫。其他的备品像是还有拖鞋、降噪耳机，另外还有拿到一个环保袋，跟多一个像是过夜的小包。在起飞过后没多久就会开始提供餐点，一开始会先上前菜，后面才会接着上主餐。我吃的是西式的牛排，真的非常非常嫩，超级好吃。旁边配菜的鸭胸也非常美味。熟食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。这一天吃的主餐是以白生鱼为主，它的调味蛮清爽的，但带有一点酸味，还蛮增进食欲的。即使商务舱是可以躺平的，但是因为担心会有时差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还是强忍着睡意，尽量不要睡太久。商务舱还有提供一些简单的轻食，是可以在飞行途中点的。除了有毛奶社的蔬菜汤之外，还有豆皮乌龙面或是素食的担担面可以选。再加上去程的时候只有提供1次主餐，我们可能下意识就这样认为回程的时候也只有1次餐点。没想到在我们点完豆皮乌龙面和素食担担面之后，餐车又推过来准备送上第2次的餐点。
整体来说，除了餐点非常丰富以外，座椅也非常舒适。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豪金舱还有商务舱的体验，希望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后面再看看我们在夏威夷的饭店还有行程怎么玩咯。拜拜。19